这就是布林肯在这次演讲中说的对华战略的核心，重塑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美国的策略是通过放低身段、降低调门，将中国周边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哄上反华的贼船。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布林肯对华政策暗藏杀机，不打新冷战的背后是要对中国全面的遏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讲，一是认定中国对所谓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宣称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或技术力量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所以他认为虽然乌克兰战争是世界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但是从长期看，中国对全球秩序构成更严重、更长期的威胁。要把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反俄联盟扩大为一个更加广泛的联盟来对抗中国威胁。二是美国决心避免与中国发生新冷战，美国不会试图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发展经济或促进其人民的利益，不寻求改变中国的轨迹。但是美国要维护国际秩序，要重塑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三是美国今后10年总的战略是投资、联合、竞争，就是投资美国国内的基础实力，联合美国的盟友，然后用这2项关键的资产来与中国竞争。怎么看布林肯的这次对华演讲？用一个词儿来总结，就是阴毒。相比于特朗普的外交团队拜登的外交团队那要狡猾得多话说的是文绉绉的，但手段却是同样的阴毒，因此也更难对付。特朗普的班底是没有智谋，只有大棒；拜登与布林肯的班子则是绵里藏针，暗藏杀机。首先，布林肯说美国不想和中国发生新冷战，并不是对中国的友好或者是退让，而是美国实在搞不起一场新冷战。美苏之间的冷战双方都结成了在军事上严重的对峙，在经济上不相往来的2大集团。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1大贸易国，美国的那些盟友当中，哪一个和中国没有生意往来许多美国的盟友都是以中国为第1大贸易伙伴国，所谓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这已经形成了气候了。就连美国自己也离不开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要不顶着这么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什么还连创新高呢？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可动摇的位置，斩断中国的供应链等于是抹自己的脖子，这让美国怎么打新冷战呢？其次，美国发现他的盟友们最烦的就是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果和中国打新冷战，让盟友选边站，到头来被孤立的搞不好可能恰恰是美国自己。所以美国放低身段，降低嗓门，宣称不和中国打新冷战，也不要求盟友们选边站队，请盟友们放心，请盟友们安心。这是为了增强自己这个盟主的凝聚力而放的烟幕弹。在实际操作上，美国却在不要求盟友选边站的这个淹没之下，悄悄地拉了好几个把中国排拒在外的小圈子，比如说4方会谈机制和最近的印太经济框架。如果是要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相信许多国家甚至包括印度都不会参与美国拉的这些小团体。一旦没有了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这么个负担不少国家还是有搭便车的心理的，本着不加白不加的心态上美国的船一旦美国达成了这样的目的，那美国的战略意图就图穷匕现了。这就是布林肯在这次演讲中说的对华战略的核心，重塑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美国的策略是通过放低身段，降低调门，将中国周边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哄上反华的贼船。毫无疑问经过对美国近30年的观察，特别是对近4任美国政府的言行的体验，美国政治精英层对中国的敌意已经是不可能化解了。唯一不同的只是对中国的遏制、围剿和打压的手法有轻重缓急而已。他们的任何表态
都掩盖不了要把中国踩在脚下的图谋。请问广大的网友们，中国还要对美国抱有幻想吗？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